周三上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将瞄准北京时间6月17号9点22分发射神舟12号载人飞船。本次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3人组成，聂海胜担任指令长。上午11点，本次出征的3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也是神舟12号飞行乘组的首次亮相。 在周三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介绍，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第4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本次任务主要包括在轨验证航天员长期驻留、再生生保、空间物资补给、出舱活动、舱外操作、在轨维修等空间站建造和运营关键技术，首次检验东风着陆场的航天员搜索救援能力。 开展多领域的空间应用及试验，综合评估考核工程各系统执行空间站任务的功能和性能，进一步考核各系统间的匹配性和协调性，为后续任务积累经验。按计划，神舟12号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的前向端口，与天河核心舱天舟2号货运飞船形成组合体。 航天员进驻核心舱，执行天地同步作息制度，进行工作生活。驻留约3个月后，搭乘飞船返回舱返回东风着陆场。这次长期驻留，包括由长期驻留引发的整个全系统的验证工作，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事件。这意味着中国的空间站呢，在开启全面建设和长期有人驻留之后呢， 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中国空间站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它保持了高度开放的国际合作的态度。在平等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下，中国与国际社会会展开密切广泛的合作。这种合作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而这种开放的态度也是过去人类任何一次航天任务中都无法比拟的。 上午11时，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3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神舟12号飞行乘组的首次亮相。3位航天员接受采访的区域为一处玻璃房间，实行3级医学隔离，这也是最高级别隔离防护。几次载人航天都是如此。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见面会，航天员由坐着改为站着接受采访，时刻准备 接受祖国的挑选，这是我们一直坚守的信条。作为一名航天员，我们的初心使命就是飞天，也可以说，只有飞行和准备飞行2种状态。只要祖国需要，任务需要，我们都会以最佳的状态、最充分的准备， 我们去迎接挑战，去履行使命。聂海胜还笑着说：“这次飞行任务时间很长，自己也带了一些私人用品，有娱乐的，到时候会向大家展示。” 1998年，聂海胜成为中国首批航天员。神舟5号、神舟7号、神舟9号，他3次备份；神舟6号、神舟10号，他2度飞天。如今57岁的聂海胜将第3次出征太空。 聂海胜曾说：“我已年过半百，但为航天事业拼搏的心依然年轻。只要国家和人民需要，我就会勇往直前，在浩瀚天宇继续飞出中国龙的轨迹。”航天员刘伯明曾和战友一起完成中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任务。在周三的见面会上，刘伯明介绍，此次出舱时间大幅增加，任务更复杂，有专业人员的地面支持，有我们乘组3位帅哥的默契配合。 我们一定满怀信心，迎接一切挑战。浩瀚太空必将留下更多的中国身影、中国足迹。我期待亿万国人随同我们一起体验我心飞翔。谢谢。见面会上，航天员汤洪波说：“能够入选神舟12号飞行任务乘组，自己非常骄傲和自豪。” 我是1995年入选飞行员，2010年入选航天员。航空与航天只是一字之差，但完成这个转变是一个艰苦而又难忘的经历。
要想向上生长，先要向下扎根。汤洪波表示，多年来一刻也不曾松懈，天道酬勤，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只有地面训练到位，才能胜任任务，完成任务。2010年，汤洪波经层层选拔，从飞行员成为航天员。原以为很快就能漂浮太空的他，却足足准备了11年。这期间，他从零开始学习，无论是转椅训练，还是沙漠野外生存等，都一一咬牙坚持。如今，46岁的汤洪波终于要飞天圆梦。他表示，等了11年12天，终于可以厚积薄发，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这3位航天员的年龄和他们的阅历，包括在航天员大队服役的资质来看呢，这3名航天员是构成了一个很好的搭配。我们所有的航天员都是从最资深、最优秀的飞行员中选拔出来的，他们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本来就异于常人，或者说比普通人要更加的优秀。那这样的人在经过长期的航天员的培养和状态保持的这种训练之后呢，他们可以相对比较长的保持自己的工作状态。这也是聂海胜可以第3次出征太空，并且在57岁的时候第3次出征太空的重要原因。1998年1月5号，中国航天员大队成立。23年来，从空军飞行员中选拔了2批，共34名航天员。他们执行任务的身份主要是航天驾驶员。目前，这2批航天员正在备战今明2年空间站在轨建造任务阶段的有关任务。这34名航天员中，有中国老百姓熟知的中国进入太空第1人杨利伟，完成多次太空前滚翻的费俊龙，2度飞天的航天员聂海胜，中国太空漫步第1人翟志刚，协助完成太空漫步的刘伯明，3次飞天的航天员景海鹏，首个开飞船的航天员刘旺，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15年坚持中圆梦的张晓光，中国首位太空教师王亚平，完成太空健身的陈东。此外，还有不少并不为人熟知的航天英雄，他们也参加了严苛的选拔和训练，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并没有人飞天梦想。他们的故事也一样值得书写与记录。深圳卫视就曾独家专访已退役的首批航天员潘占春，他曾经与杨利伟一起入选第1批14名航天员。当时我参选航天员的时候，也仅仅是30出头，还是。据潘占春介绍，航天员在训练中要承受超重、失重、低压等特殊环境因素的严峻考验，挑战的是生理承受极限。在普通人看来，就是各种魔鬼式训练。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航天员正常有一种训练叫超重训练，就是每当咱们飞船发射和返回的时候，航天员的身体都要经历这种超重环境。为了保证这个能顺利完成任务，飞船发射的时候和返回的时候，航天员一般要承受5个 G 的这种重力加速度。简单解释呢，就是相当于5位自己的身体重量压在身上。为了保证顺利完成任务，航天员在日常训练当中要训练到8个 G， 要有一个余量。你想想，8个自己的重量压在身上是一种什么感觉？当时是在舱内有2个操作按键，一个是警报键，一个是问答键。问答键是根据它的一个随机闪烁的这种灯光，你要做按键操作问答。警报键呢，就是说当你身体出现无法忍受的困难的时候，你可以按下报警键，就是终止训练。但是到现在为止，航天员在正常训练的时候，这个报警键没有一个人按响过。